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我們現在活在人類歷史上連接最緊密的時代，任何人只要輕輕點幾下手機，就能馬上與地球另一端的人通訊。但是就在這個高度連結的社會裡，我們的政治體系和基礎建設卻仿佛陷入了徹底的癱瘓。許多人都在抱怨，為什麼現代政府的效率這麼低？為什麼一條高鐵建了10幾年還建不起來？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充滿了撕裂與憤怒？其實啦，這些現象並不是單一的意外，它們背後有着極為深層的結構性原因。今天我們就要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揭開這個謎團，帶你理解我們是如何從日常的社交習慣，一路引發到國家宏觀層級的政治死結。我們今天的探討會循着6個核心重點進行。首先是政治極化的真正元兇，接着討論消失的中間交際圈，再來是舒適圈與社群媒體陷阱。後半段我們會進入宏觀層面，探討從獨裁建設到無盡癱瘓的歷史轉變，分析川普現象背後的體制失靈，最後提出一個務實的解方，也就是給予發言權，拒絕否決權。那我們就直接切入第一個重點。第一部分，政治極化的真正元兇，這其實是人民需求的真實投射。很多人常常把政治的混亂歸咎於無良的政客、演算法或是財團的操弄，但事實可能比我們想的還要殘酷一點。華盛頓特區裡那些充滿毒性的謾罵與對立，並不是體制壞掉了，恰恰相反，這是體制完美反映了選民真實需求的結果。政治人物的行為模式其實就是選民期待的投射。現在的選民在投票時，往往給予了非常明確的指令，大家要求政治人物必須表現得更憤怒，必須堅決抵抗敵對陣營的任何提案。如果今天有個政治人物試圖跨越黨派界限，去尋找妥協的空間，這個人很快就會被自己的支持者視為叛徒，甚至在初選中直接被淘汰。在目前的政治誘因結構下，憤怒和拒絕妥協會得到獎賞，而理性與協商則會遭受嚴厲的懲罰。那麼，為什麼選民會變成這樣？這種現象的根源，其實深植於我們日常社會行為的巨大轉變之中。重點來嘍，我們來到第2部分，消失的中間交際圈。這是一個失去妥協與溝通的社會。要理解政治上的極端化，我們必須先弄懂現實生活中的交際網絡發生了什麼事。社會學家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模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的人際關係就像是圍繞着行星的土星環，我們能夠把它清楚劃分為3個區塊。最內部的內部圈包含了你最親密的家人、配偶和摯友，這是你投入最多情感的地方。最外圍的外部圈，則是那些你根本不認識，但因為共同興趣而連結在一起的陌生人，比如某個球隊的死忠粉絲，或者是網絡論壇上跟你立場一致的網友。而在這2者之間，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中間圈，這裡包含了你的鄰居、社區家長會的成員，或者是你常去的那間咖啡店的老闆。這個中間圈的特質在於，這些人對你來說是熟悉的，但你們的關係並不親密。在過去的歷史中，中間圈是維持一個正常運作社會的最關鍵粘着劑。為什麼呢？因為在中間圈裡，你無可避免的會遇到跟你觀點完全不同的人。你們可能在社區大會上為了一筆預算爭論，但因為你們的孩子在同一個班級上課，所以你們必須學會妥協，必須學會如何在保持不認同的情況下，依然維持社會的表面和諧。這種摩擦與妥協的過程，真的是培養民主素養的絕佳訓練場。第3部分，舒適圈與社群媒體陷阱。現代科技已經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人際投資。那個曾經扮演民主訓練場的中間圈，在過去幾十年間徹底崩潰了。我們為什麼會放棄這種極具價值的社會互動模式？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動機與機會。
人類的天性本來就傾向尋求舒適，而現代科技恰好為我們提供了無限的機會，讓我們可以輕易逃離那些會帶來摩擦的人際關係。我們對比一下兩個時代。在1950年代，當一位主婦早上出門上班後，她直到晚餐時間都無法與家人聯繫。在那段空白的時間裡，她會與同事、街坊鄰居產生真實的互動與連結。但是到了2020年代的今天，情況完全不同了。我們整天都在跟內部圈的親友傳送訊息，同時又把大量的時間花在外部圈的網絡上，跟地球另一端政治立場相同的人互相按讚。你想想看，對吧？我們有限的社會資本完全被最內層和最外層榨乾了。我們再也沒有時間，也沒有意願去參加社區的家長會或是管委會了。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核心且致命的問題。如果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退回到了充滿愛與認同的內部圈，或者是充滿相同意識形態的外部同溫層，那麼當遇到需要全社會共同承擔代價的重大基礎建設或政策時，究竟是誰有權利來做決定？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妥協的能力，整個國家的基礎建設和政治運作就會直接撞上宏觀層面的巨大死結。第4部分，從獨裁建設到無盡癱瘓，這是一場過度修正所帶來的體制死結。為了理解這個國家層級的死結，我們必須回顧美國基礎建設歷史上的一個巨大轉折。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官僚癱瘓，其實是對過去某種極端效率的歷史反撲。在1950年代，美國的建設效率是驚人的。當時像羅伯·摩斯這樣的都市規劃大師，擁有宛如獨裁者般的權力。他們可以為了解決交通問題，直接在地圖上畫一條線，然後以極快的速度蓋出一條跨越城市的巨大高速公路。但對比今天，加州高速鐵路計劃耗費了數百億美元，經歷了無數的環境影響評估和社區公聽會，至今卻依然深陷泥道，寸步難行。現代的每一個專案，幾乎任何一個利益相關者都有能力說不，從而讓整個計劃完全停擺。我們必須客觀地釐清，為什麼現代社會要賦予大家說不的權利。當年羅伯·摩斯雖然展現了極高的效率，但那種不受制約的權利卻帶來了駭人的社會代價。高速公路直接切碎了原本緊密的社區，成千上萬的少數族群被迫搬遷，無數人的財產遭到無情剝奪，甚至引發了嚴重的環境衝擊。正是因為社會見證了這種權力過度集中的可怕後果，我們才痛下決心建立起一套龐大且繁複的防護機制。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這是一個極度諷刺的歷史發展。我們建立環境評估、公聽會制度、容場的招標程序，初衷都是為了保護弱勢社區，確保不再有任何一個官僚可以像獨裁者那樣恣意妄為。但是這套層層疊疊的防護網，現在卻反過來困住了政府自己。這套設計用來防止災難的規則框架，已經變成了阻礙我們解決現代危機的最大路障。政府在面對氣候變遷或基礎建設老化時，因為這套規則而變得徹底無能為力。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第5部分，川普現象背後的體制失靈，這正是民眾對官僚無能的政治反撲。這種官僚體制的癱瘓，並不僅僅是工程延宕的問題而已，它直接催生了現代政治的民粹主義。當一般民眾發現，無論他們投票給誰，政府都無法在現有規則下解決基本的生活問題時，某種政治現象就會不可避免地爆發。我們來看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對比。拜登政府曾經撥款75億美元，要在全美各地建設電動車充電站，這本該是個極好的公共政策。然而，這個計劃卻陷入了泥沼，推進速度異常緩慢。相比之下，川普對許多選民的吸引力，正是來自於他展現出一種無視常規、誓言打破繁文縟節的破壞力。選民看着拜登政府在完美的程序中一事無成，轉而期望一個願意砸碎規則、強勢交出結果的人。為什麼75億美元的預算會推不動？
這其實就是體制失靈的縮影。政府立意良善，但執行單位卻面臨着無數的程序障礙。他們必須遵循複雜的競爭性招標規定以防弊，必須與無數的私人土地擁有者協商租賃合約，還得向各地的公用事業公司施壓，以確保電力供應。同時還要小心翼翼地避免干擾原有的自由市場機制。當你試圖在每個環節都做到程序正義和絕對完美時，最終的結果就是零實際產出。這句話直指問題的核心。我們應該遵守規則，但規則必須能帶來實際成果。一套制度所有價值，並不在於它的程序有多完美，而在於它能不能解決問題。如果一個民主國家的運作機制繁瑣到無法交付最基本的基礎建設與社會進步，那麼感到極度沮喪的公民就會非常樂意把選票投給那些承諾要拆毀整個系統的極端領袖。因為對許多人來說，一個癱瘓的完美系統真的比不上一個有缺陷但能辦事的破壞者。我們繼續聊下去。第6部分，給予發言權，拒絕否決權。我們必須尋找務實的平衡機制。面對這樣兩難的局面，我們到底該怎麼辦？難道我們只能在無能的官僚癱瘓和粗暴的獨裁建設之間二選一嗎？其實並不是。如果我們把決策模式畫成一條光譜，光譜的最左邊是獨裁極端，就像掌握絕對權力的國王，他可以無視所有反對聲音，極度有效率地完成建設，但代價是忽視人民的痛苦。光譜的最右邊則是癱瘓極端，就像我們現在這樣，賦予每一個地方社區和利益團體絕對的否決權，結果是什麼事都做不成。這兩種極端都是無法永續的。真正的解方存在於光譜中間，一個具備強大執行力，同時又能吸納不同意見的平衡妥協機制。這是我們今天看跑中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在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裡，我們絕對必須深入傾聽每一個受到政策影響的社區的聲音，確保他們的權益被納入考量。但是，傾聽不代表屈服，我們絕不能允許任何一個單一的抗議或地方利益擁有無限期阻擋國家整體進步的否決權。政府必須有魄力，在聽取各方意見後，做出艱難但必要的裁決。有些人可能會說，那乾脆把規則全廢了，讓強人來統治不就好了嗎？這種想法極度危險，因為在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中，規則是將我們維繫在一起的唯一防線。完全放棄規則帶來的只會是混亂與獨裁。規則本身並沒有錯，錯的是我們任由這些規則過時且僵化。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是全面升級與翻修這些規則，讓政府恢復實質的運作能力，而不是徹底毀滅它。講到這裡，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個殘酷的平衡。我們花了大半個世紀建立起這套旨在保護公平與正義的繁複規則，但我們是時候該退一步，重新檢視這一切了。現有的規則真的有為底層人民帶來實質進步嗎？還是只是我們不敢做出艱難抉擇的遮羞布？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社會極化源於我們退回同溫層，失去了能妥協的中間交際圈。繁瑣的防弊規則導致了體制癱瘓，進而催生極端民粹。未來的解方在於人人皆有發言權，但無人擁有絕對否決權。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